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LPL 4大出征队伍正在等待前往美国备战 S12 全球总决赛的比赛，其他战队选手则都在放假，战队则需要仔细规划一下未来，等待转会期对战队进行补强。而在4支出征队伍目前还无法确定情况之外， LPL 已经有几支队伍已经面临解散命运了。以战队的投资所获得的成绩，再加上选手的合同，综合这些信息，已经有网友给出了 LPL 战队的解散名单。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目前的解散名单中有5支战队，按照成绩好坏排名分别是 LNG、威武、WBG、BLG 和 UP。其他成绩偏差没有投资太大的队伍暂且忽略不计，类似 WE、LGD 这样的队伍很难判断他们是否会在转会期中投入大量资金来争取成绩。首先看 LNG 队内除打野 Tarzan 之外，所有选手全部都在年底合同到期，解散或补强的可能性极大。关键要看的 LNG 是否愿意以 LNG 某几位选手为核心进行补强。如果不打算拿出很多资金的话，预计几个选手走的可能性都很大，包括 Tarzan。 按照现有趋势，阿乐走几乎是板上钉钉。此前阿乐多次暗示自己和俱乐部之间存在分歧甚至矛盾。 LNG 保守策略是保留中野下3点，补强上单，如果有好辅助的话补强辅助，没有就绿毛，同时将 iWande 出手，如果资金足够，可在转会市场竞争优秀中单。然后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WBG 是除了下路组合之外，其他位置合同到期，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WBG 的核心问题就是队伍稳定性差，保留下路作为基本盘的话，改变上中野配置，提升稳定性是一个好的选择。 WBG 或许可以选择更换中野，继续保留泽晒强化战队人气，换个打野，然后引入 Roking，这是观众们最想看到的剧本，也是商业性最强的剧本，但是未必是成绩最好的剧本。追求成绩的话，阿博认为上中野都换最好，但难度太大，选择性更换其中2人还比较靠谱。提完 WBG， 必须先说一下威武。 PP God、Fotech 和小龙宝合同不会到期，其中小龙宝是到24年。威武上野问题明显，卡萨离队可能性也很大。威武试图补强的话，引入优秀上野是最好选择， Roking 可以等战队安排，因此威武也有可能凑成 The Shy 与 Roking 组合。然后是 BLG 的 Fofo 和微微都是23年的，下路都是签到24年，从合同看最不可能解散，但从 BLG 一向作风来看，又是一定会解散重组的那种队伍。如果重组，那就得把中野或者上中野全都换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最近，有人爆料有队伍再度联系 UZI， 这也就意味着 UZI 可能重回赛场。相信大家在今年春季赛的时候都会非常关注 BLG 战队，原因无他， BLG 签下了 UZI 和刘青松，组成了下路双人组，不少老玩家都觉得爷青回，从而对 BLG 是倍加关注，就连官方都特意为此给 BLG 调整时间，让 BLG 几乎每场都在7、8点这一黄金档。同时赛季前半段安排的都是实力较弱的队伍，摆明着就是给回归赛场的 UZI 练手用。但是一整个春季赛 UZI 可以说是冷板凳坐穿，仅只在刀狗发挥实在让人看不下去的时候上场打了几局，可以说 BLG 是直接戏耍了所有的观众连带着官方。而打完春季赛后 UZI 就又进入了退役状态，完全消失在了赛场上。而在夏季赛结束后，叉烧也是离开了没能进入世界赛的 BLG。 而有人爆料，在主教练叉烧走了之后， BLG 是又联系了 UZI， 而现在 UZI 已经在 B 站直播了。此时的 BLG 联系 UZI 大概率不会是因为直播的问题，那么就只有比赛复出了，这也就意味着 UZI 有机会再度回到 BLG 打比赛。而对于这一爆料，或许是网友们在春季赛时被耗尽了期待，又或许是 UZI 在赛场上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就是狼来了，同时质疑 UZI 现如今的实力，表示以现在 UZI 的实力想要首发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觉得 UZI 在春季赛上不了场，不是因为叉烧故意不让的，
而是实力真的不行。虽然 UZ 在春季赛复出的时候，就能从很多地方听到对于 UZ 实力下滑严重的话语，但其实从数据上看， UZ 的数据还是非常豪华的。分均伤害位列春季赛 AD 第一，分均补刀则是位列第二，这说明了 UZ 其实在对局中依旧保持了对线优势，同时在团战中也能打出成吨输出。同时 UZ 在上场的几局比赛中对上的是 IG 安、威武 Fortek， 如果说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话，但是对上 EDG Viper 与 UP Elk 则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 Viper 自不用多说，而 Elk 此前是 WE 旧梦，也是一位经验充足、发挥稳定的选手。 UZ 与他们的对决中，仅在 Viper 手里3-4副战绩，还是很能说明实力的。毕竟 BRG 春季赛可谓是全员拉胯，能在这种局面中打出名列前茅的数据已经非常不错了。而现在如果能保持状态的话，相信还有机会重回赛场。再加上作为 LPL 的活化石，能复出对于老玩家来说也是再度轻回。毕竟 Faker 都没有退役，大家很希望看到宿敌对决。与此同时，有网友发现 UZ 深夜现身 LOL 韩服，通过高分段排位赛提升竞技水平，走进 LOL 韩服 Rank 主页。虽说小狗 UZ 未能在夏季赛登台，无缘2022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但他的关注度依旧居高不下。目前 UZ 身处 LOL 韩服大师段位，位居 Rank 热度榜头名。与此同时， UZ 在 LOL 韩服的 Rank 数据抢镜，卡莎、卡莉斯塔、薇恩、希维尔、女警、卢锡安全部都得到了上场的机会。凭借细腻的走位以及对距离的精准把控， UZ 能够在对线期轻松压低对手血量，甚至完成对位击杀。女警更是打出 12-6-5 的 MVP 战绩。那么究竟 UZ 是否会下定决心再战一年？ LPL 冬季转会期见真章。最后简单说一下 UP， 其实也没少花钱。 Elk 签到23年，其他选手基本合同都到期了。 Zoom 想打的话还能继续打，但身价会很低。明年 LPL 有19支战队，老将都可以选择不用退役，都有比赛可以打。 UP 方面基本盘太差，感觉有可能会解散一波，然后吃保底回血一年。转会期没有资金竞争不过的话，就等明年再说。整体来说，这5支队伍就是目前大家认为转会期最有可能解散重组的。而出征世界赛的4支队伍，如果其中1支拿下冠军，那么其余3支都很有可能无法以原班人马明年继续打。这4支也会出现有极大解散可能的队伍。当然 GDG 做大规模变动的可能性是最小的，而 TS、EDG 和 RNG 则不容易保持原班人马，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阵容变动。整体来说，今年年底的转会期会比去年还要好看。当然，这次的转会期并非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还是要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在世界赛上。